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Charles Kirkpatrick 的科氏股票投资心经，盈利趋势跟踪技巧与工具。作者 Kirkpatrick 在华尔街投行交易领域实战了47年，曾担任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的副主席与董事，联合创立了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教育基金会，并在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金融技术分析课程。科氏股票投资心经是他半个世纪交易历程与真实数据统计测算的总结。这本书以1990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股市6272只营运上市公司的完整日线价格交易记录为基础，对投资组合选股、出场风控以及短线技术指标进行了严肃的实证检验。他将资本市场投资还原为一家讲究低价进货、高价卖出与优胜劣汰的商业行为，展示了如何通过纪律严明的程序化系统，把精力从猜测未来转到风险管理上。通过运用前行优化方法，在应对资本市场波动的同时，有效控制住影响本金规模的最大回撤。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跟随 Kirkpatrick 的步伐，建立起一套长期跑赢市场的实战交易体系。买股票不是猜测明天哪家公司会涨，而是像经营一家商店一样，低价进货，高价卖出。进货以后，店主每天都要观察商品的销售情况，畅销的商品可以继续保留，长期卖不掉的滞销品，无论进货时花了多少心血，也要及时打折清理。这个方法就是库存管理中的优胜劣汰。成功的店主不会因为一次进货判断错误，就把卖不掉的商品永远留在货架上。投资也是一样，错误判断在资本市场中十分常见，关键不是从不犯错，而是在发现错误之后及时修正。为了说明离场策略的重要性， Kirkpatrick 曾让学生随机选择股票，再通过掷硬币决定做多还是做空。每笔交易使用相同的资金，只要价格从最高盈利位置回落 5%， 就立即平仓。结果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赚钱，但大部分学生取得了盈利。如果把全部学生的操作合成一个投资组合，这套系统能够稳定盈利。这个实验并不是说所有交易都应该统一采用 5% 止损，而是说明即使入场方向由硬币随机决定，只要每笔仓位受到明确的离场规则约束，整体结果仍然可能盈利。相比猜对买入方向，平仓时机和风险控制往往更加重要。说到风险，资本市场长期把两个概念混在了一起。波动率衡量的是价格上下变化的剧烈程度，却不能直接告诉我们本金可能亏掉多少。真正反映资本风险的是最大回撤，也就是投资组合从此前最高市值跌落到随后最低市值的幅度。一只股票即使每天只下跌一点，波动率看起来很低，经过长时间积累，仍然可能造成巨大的本金损失。相反，一只股票在强势上涨时，价格迅速远离平均水平，波动率往往很高，但这种向上的波动恰恰是利润的来源。需要控制的是向下的资本损失，而不是所有价格波动。夏普比率 Sharpe Ratio 把波动率纳入风险计算，因此可能把上涨速度快、价格波动大的强势股票判断为高风险标的。投资经理如果过度追求较高的夏普比率，就容易转向走势平缓、波动较低的股票，但这些股票未必能够带来足够的利润，也未必能在熊市中保护本金。贝塔同样不能直接衡量本金亏损，它表示的只是个股价格与大盘涨跌之间的联动程度，却无法说明一只股票最终可能造成多大的资本损失。多元化也不是解决错误选股的根本办法。分散持有可以降低单只亏损股票的影响，但同时也会摊薄强势股票带来的收益。2007年至2009年的熊市中，几乎所有股票都在下跌，持有更多股票
并不能阻止投资组合跟随市场一起回撤。因此，投资组合应该像商店的货架一样，留下最强势、最有盈利能力的品种，并通过明确的离场规则和市场择时控制风险，而不是依靠不断增加持股数量来掩盖错误。只要打开一张已经走完的历史图表，任何人都能在收盘以后画出一套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的交易策略。真正困难的不是解释已经发生的行情，而是检验这套规则进入未知市场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生效。交易系统的回测主要分为简单回测、标准优化和前行优化3个层次。简单回测是把一套已经确定的规则放入历史数据，观察它过去能否盈利。这种方法可以初步判断交易思路是否值得继续研究，但不能证明参数已经达到最佳状态。标准优化会在同一段历史数据中测试大量参数，例如把不同的均线周期、买入档和卖出档逐一组合，挑选出表现较好的参数区间。它的主要价值是排除那些明显亏损或表现不稳定的参数，而不是直接找到可以投入实盘的最终答案。问题在于，如果不断增加变量，让公式尽可能贴合历史上的每一次涨跌，最终得到的往往只是历史曲线拟合。市场始终处在变化之中，越是精确解释过去的复杂公式，越可能在未来遇到从未出现过的走势时失效。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需要使用前行优化方法 Walk Forward Method of Optimizing， 把历史数据分成相互隔离的样本内数据和样本外数据。样本内数据用来寻找一段时期内表现较好的参数，样本外数据则完全不参与优化，只负责检验这些参数进入未知行情后的真实结果。例如，可以先用1000天数据寻找最合适的参数，再把这些参数放入随后的500天数据中测试。测试结果单独保存以后，时间窗口继续向前滚动，从第500天开始重新选择1000天作为样本内数据，再用后面的500天作为新的样本外数据。每次运行都只能使用此前的样本内数据，不能让后面的样本外行情提前进入参数训练。这样连续滚动以后，最终得到的不是一条经过反复修饰的历史曲线，而是一组由未知数据产生的真实成绩。如果一套参数只在某一轮上涨行情中赚到大钱，换到其他市场环境就不断亏损，它很可能只是碰巧适应了特定时期。只有当系统经过多轮样本外测试仍然盈利，利润没有集中在某一次运行或某一笔异常交易中，并且在不同市场环境下都能保持相对稳定，才具备进一步使用的价值。前行优化不能保证一套系统未来必然盈利，但它能够显著减少历史曲线拟合，让交易规则在投入真实资金以前，先经历多轮未知行情的检验。无论是实战交易，还是评估一种选股方法的好坏，首先要确定对照基准是否符合真实的资金配置方式。市场通常使用标普500指数作为比较标准，但标普500按照公司市值分配权重，股价越高，股份总量越多，公司市值越大，对指数涨跌的影响就越大。真实的个人投资组合却很少按照上市公司市值的比例配置资金，因此用标普500衡量一套等额选股系统，容易出现口径错位。更贴近实际账户的方法是建立等量资金权重指数 Equal Dollar Weighted Index。凡是达到选股标准的股票，都获得相同金额的资金，并在固定周期内重新调整仓位。假设账户有100万美元，同时选出500只符合条件的股票，那么最初每只股票分配2000美元。1周以后，部分股票被卖出，另一些股票新进入组合，账户再按照最新总资产和股票数量，把每只股票重新调整为相同金额。这样做不会限制入选股票的数量，
也不会让少数涨幅巨大的股票长期占据过高权重。最终的资金曲线能够反映全部达标股票的平均表现，而不是被一两只大市值股票掩盖。在公开指数中，价值线几何指数的计算方法最接近等权组合，因此可以作为市场择时系统的现实参照。确定了比较基准以后，还需要一个目标函数，从成千上万个参数组合中筛选结果。只看净利润并不够，因为有些系统年化收益很高，中途却可能亏掉一半本金。Kirkpatrick 主要使用 MAR 比率 Managed Account Reports 作为目标函数，也就是用复合年化收益率除以最大回撤率来衡量每承担一单位本金回撤能够换来多少长期收益。假设两个系统获得了相同的年化收益，最大回撤更小的系统 MAR 比率就会更高。MAR 比率大于 1.0 是比较理想的水平，大于 0.5 也可以接受。它迫使交易系统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正视本金曾经经历过的最大下跌。最后还要检查前行有效性 Walk Forward Efficiency WFE， 它是样本外数据年化收益与样本内数据年化收益之间的比值，用来衡量一套系统能否在未知行情中复制优化阶段的表现。前行有效性达到 50%， 说明系统进入样本外数据以后仍然保留了基本的盈利能力，超过 100%， 则意味着样本外表现甚至好于样本内结果，属于非常理想的状态。只有当一套系统同时具备样本外盈利能力、可接受的最大回撤、较高的 MAR 比率和稳定的前行有效性，它才是一套有可能在未来市场中持续生存的交易规则。在挑选长期投资标的时，许多人习惯研究公司的财务报表，选择销售收入增长较快，或者股价相对于销售额看起来较便宜的股票。但在1990年至2012年的历史数据中，相对盈利增长并没有产生稳定利润，相对式销率在市场环境较好时能够赚钱，跨越不同经济周期以后效果却明显弱于单独使用相对价格强弱。一家公司的市销率看起来很低，可能并不代表股价已经便宜，也可能意味着它所在的行业正在衰退。只要市场资金仍在撤离，价格就可能继续下跌，投资者也会长期陷在账面亏损中。表现更稳定的方法是计算收盘价与移动平均收盘价之间的比率，也就是相对强弱。用股票当前收盘价除以过去一段时间的简单移动平均价，比率越高，说明当前价格相对于自身长期均价越强。20世纪60年代末，较早系统研究相对强弱的 Robert Levy 把计算周期从4周一直测试到52周。他发现26周能够取得最高利润，52周的结果也不错，而低于6周的周期全部出现亏损。短周期对日常噪音过于敏感，股价稍有波动，指标就会频繁改变。周期太长又会反应迟缓，错过趋势早期阶段。26周能够在过滤短期噪音和跟随中长期趋势之间取得平衡。在1990年至2012年的重新检验中，以 MAR 比率作为目标函数，表现最好的测试周期出现在196天，也就是28周左右，而从161天到231天，也就是23周至33周之间，都形成了较为平稳的有效区间。这说明26周并不是一个必须精确到一天的神奇数字，而是处在一段稳定的中期周期之中。只要计算周期保持在这一范围，少量参数变化不会让交易结果突然失效，系统的可靠性也会更高。在专业机构的交易系统里，相对强弱通常要通过排档完成。计算机会先算出全部股票的收盘价与中期均线比率，再按照比率从高到低排列。排在最前 1% 的股票即为99分档，次高 1% 即为98分档，依次向下排列。分档不是为了预测股价能涨到哪里，
而是为了判断一只股票在全市场中的相对位置。标准优化显示，买入档从 90% 提高到 97% 时，系统的 MAR 比率持续上升，在 97% 附近达到最佳水平。当买入档继续提高到 98% 以上，表现开始下降。因此，后续前行优化把 95% 至 98% 作为买入参数区间，卖出档的最佳区域则出现在 58% 至 61% 之间，峰值约为 59%。也就是说，一只股票进入市场最强的一小部分以后可以买入，随后即使排名有所回落，也不必立即卖出，直到它从强势区域明显跌落，才从组合中剔除。这样设置是因为上涨趋势中经常会出现正常回调，如果排名刚从高位下降就立刻卖出，很容易把仍处在长期上升趋势中的股票过早清仓。但如果排名跌到 59% 附近，说明它相对于市场中的大量股票已经明显转弱，继续占用资金的价值也随之下降。专业排档系统需要每天计算几千只股票的相对强弱，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既繁琐又昂贵。更简单的办法是使用原比率系统，只计算自己关注的单只股票，不再对整个市场进行排序。具体方法是用股票收盘价除以过去427个日历日，也就是61周得简单移动平均价。当比率高于 1.47 时买入，当比率低于 1.04 时卖出。在1990年至2012年的前行优化中，最佳排档系统取得了 28.4% 的年化收益，最佳原比率系统也取得了 23.8% 的年化收益。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差距，但原比率系统不需要购买昂贵的排档数据，也不必计算全市场几千只股票。个人投资者只需每周检查一次自己关注的股票，就能用明确的数字界限完成买卖决策。即使持有的是市场中相对最强的股票，在2000年至2002年以及2008年至2009年这样的熊市中，也很难独善其身。当整个市场一起下跌时，原有强势股会被相对强弱系统卖出，新进入组合的股票又会继续下跌。旧股票止损离场，新股票再次亏损，账户便会在连续换仓中承受一轮又一轮损失。个股离场规则能够控制单笔亏损，却无法阻止整个市场下跌造成的一连串亏损。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选股系统之上再设置一个控制整个账户的市场择时开关。这个开关不能依赖标普500或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按照市值加权，道琼斯工业指数按照股价加权，少数大型公司就可能掩盖市场中大量普通股票的真实变化。相对强弱组合按照等额资金配置，因此更合适的市场温度计是价值线几何指数。它按照近似等权的方式计算个股价格变化，与真实投资组合的结构更加接近。用于判断市场趋势的核心方法是双层趋势过滤双移动平均线交叉系统 Double Trend Filter Dual Moving Average Crossover System。 它使用一条快速移动平均线和一条慢速移动平均线判断趋势转变，并加入平均方向性运动指标 Average Directional Movement Index ADX， 过滤缺乏明确趋势的横盘交叉信号。之所以分成两套独立系统，是因为市场顶部和底部的形态并不相同。顶部往往缓慢而圆滑，乐观情绪逐渐消退，底部则常常有恐慌抛售，形成陡峭的 V 型反转。用同一组均线参数同时寻找顶部和底部，容易在卖出时反应太慢，在买入时又错过反转。因此，一套参数专门负责识别买入机会，另一套参数专门负责判断卖出时机。系统还加入前进线，在市场重新进入上涨趋势时补充买入信号，并使用经过独立优化的保护止损，控制错误信号造成的损失。
当卖出系统确认市场转弱时，不管单只股票看起来多么强势，都关闭选股系统并转为现金，等买入系统重新确认上升趋势，再恢复相对强弱选股。从1985年至2012年的价值线几何指数数据来看，单纯买入并持有的复合年化增长率只有 3.19%， 最大回撤达到 69.8%。 加入双层趋势过滤系统和保护止损以后，最大回撤从优化前的 25.26% 进一步下降到 8.57%， 复合年化增长率提高到 15.42%。在最终相对强弱模型中，加入市场择时以后，系统的年化收益也由接近 30% 提高到约 35%。 市场择时的意义不是准确预测每一个顶部和底部，而是在市场整体进入危险阶段时，先关掉交易系统，避免连续亏损，把本金拖入难以恢复的深度回撤。从1920年到2010年的市场走势来看，股票市场主要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持续多年的单边上涨，另一种是在较大区间内反复震荡。历史上，这两种形态大约每隔16年至17年发生一次转换。在长期牛市中，买入并持有往往能够获得较好的回报。进入长期震荡阶段以后，单纯持股不仅难以创造收益，还可能经历幅度超过 60% 的市场下跌。这种16年至17年的节律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定律，市场形态也会在更短的周线、日线甚至分钟周期内不断切换。交易员需要根据市场状态调整观察尺度，从周线转向日线或小时线，在较短的时间框架中寻找新的趋势。短线交易选择标的时，核心不是研究公司能否长期成长，而是确认流动性和波动率是否足够。Kirkpatrick 通常同时观察20只股票，要求他们在过去50个交易日中的日均成交金额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并且平均真实区域占价格的比率处在较高水平。较高的成交金额保证订单能够顺利进出，避免因为流动性不足产生过大的华裔价差。较高的价格波动则为短线交易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衡量真实波动的工具是技术指标设计者 Welles Wilder 在1978年出版的技术交易系统新概念中提出的平均真实区域 Average True Range ATR。 普通的日内价格区间只计算当天最高价减去最低价。Wilder 则同时比较3个数字：当天最高价与最低价之差，当天最高价与前一日收盘价之差，以及当天最低价与前一日收盘价之差，再从中取最大值作为当天的真实区域。这样计算是为了把隔夜跳空包含进来。假设昨天最高价只有 2.5 美元，今天的交易区间却直接跳到3美元至4美元。如果只看今天最高价与最低价，就会遗漏从 2.5 美元跳到3美元以上的价格变化。把真实区域经过14期平滑处理，就得到平均真实区域。再用 ATR 除以当前价格，便能比较不同价格股票的真实波动水平。ATR 不仅可以筛选高波动标的，还可以估计未来价格的平均震荡幅度，设置移动止损，或者决定趋势运行一段距离以后是否加仓。只有先确定价格通常能够走多远，交易员才能为接下来的入场、加仓和离场建立统一的尺度。确定标的和观察周期以后，接下来要判断趋势朝哪个方向运行，运行力量是否正在增强。这里主要使用动向指标 Directional Movement Index（DMI） 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平均方向性运动指标 Average Directional Movement Index（ADX）。DMI 首先比较相邻两根价格柱状线，如果今天最高价高于昨天最高价，两者的差额即为正向运动；如果今天最低价低于昨天最低价，两者的差额即为负向运动。经过14期平滑处理以后，再分别除以同期真实区域，
就得到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也就是正 DI 与负 DI。正 DI 高于负 DI， 说明向上的方向力量更强；负 DI 高于正 DI， 说明向下的力量占优。两条线发生交叉，意味着方向力量正在转换。但 DI 交叉本身往往滞后，因此更有价值的是由两条 DI 计算出来的 ADX。ADX 不判断价格正在上涨还是下跌，只衡量当前趋势的强度以及趋势是在加速还是减速。一只股票持续上涨时， ADX 可能快速上升；持续下跌时， ADX 同样可能快速上升。因此，看到 ADX 上升，不能直接理解成股价会上涨，它只说明当前方向上的趋势正在增强。ADX 最重要的信号之一是趋势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形成峰值。ADX 由快速上升转为向下，并不自动代表价格会立刻反转，但通常说明原有趋势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真正的 ADX 峰值需要进一步确认 ADX 从高点回落的幅度达到预先设定的标准，同时价格向新的方向突破随后第二根价格柱状线的最高价或最低价。确认以后，无论原来持有多头还是空头仓位，都应该认真考虑平仓。ADX 的另一个重要用法是观察波谷。当 ADX 在低位结束下滑并重新向上时，它表示原有趋势的力量正在重新增强，而不是趋势一定发生反转。此时必须先确认趋势方向。价格位于前进线上方，说明当前趋势向上， ADX 波谷可以作为顺势买入或加仓信号；价格位于前进线下方，说明趋势向下， ADX 波谷则可以作为做空或加仓信号。ADX 波谷同样需要反转幅度和后续价格突破确认，并且必须另行设置止损或离场规则。ADX 告诉交易员趋势的力量何时重新加速，却不能单独负责全部买卖决定。因此 DMI 负责辨别方向， ADX 负责观察趋势强度、加速度和衰竭位置，前进线负责确认当前价格究竟处在上升趋势还是下降趋势。三者结合以后，交易动作才能与真实的方向和动能保持一致。在方向和动能之外，短线交易还需要确定技术指标应该使用多长的计算周期。1970年，周期研究者 Jim Host 出版《交易中审时度势的获利秘诀》，系统介绍了如何从价格数据中识别市场周期。周期并不是精确重复的机械规律，而是一种能够从相邻波谷间距中观察到的倾向。具体操作时，可以用股票现价除以中心化移动平均线，观察图表中是否出现间隔相近的连续波谷。波谷之间的距离就是这只股票较为明显的交易周期。例如，在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SPY 的日线数据中，可以观察到约25天至26天的周期；在60分钟数据中，则可以测得约26小时的周期。指标的时间长度可以采用完整周期，也可以采用反应更灵敏的半周期。找到周期以后，把中心化移动平均线向价格图右侧的未来区域平移，平移距离等于周期长度除以2，再加 0.5 个时间单位。这条画在当前价格前方的均线就是前进线。价格位于前进线上方，说明趋势方向偏上；价格跌到前进线下方，说明原有上涨趋势已经减弱。前进线单独使用仍会产生假突破，因此它更适合用来确认方向，而不是独立决定买卖。另一个需要配合使用的价格信号是三线反转。如果某根价格柱状线的最低价低于它左侧3根和右侧3根价格柱状线的最低价，这根柱状线就构成三线反转波谷，对应一个支撑位置。反过来，如果某根价格柱状线的最高价高于左右各3根价格柱状线的最高价，它就构成三线反转峰值，对应一个阻力位置。三线反转一共观察7根价格柱状线。
它说明价格曾在这一位置发生过明确的供求力量转换。未来价格重新突破这一支撑或阻力，意味着原有供求平衡再次发生变化。建立新仓位时，通常至少需要2个信号，其中一个必须直接来自价格本身。DMI 交叉、ADX 峰值或波谷可以提示趋势力量发生变化，但最终还需要价格突破前进线或3线反转位置进行确认。只要 ADX 峰值、ADX 波谷或前进线发出信号，系统便等待价格突破3线反转位置，再执行买入或卖空，并使用经过测试的百分比保护止损和移动止损控制风险。以2倍杠杆做多标普500指数基金，从2010年9月13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600个交易日60分钟数据为例， ADX 峰值系统取得了 43.6% 的复合年化收益率，最大回撤只有 1.31%。 ADX 波谷系统的复合年化收益率为 60.3%， 前进线交叉与3线反转结合的系统则取得了 59% 的复合年化收益率。这些数字并不代表同一组参数可以永远直接使用，不同股票和不同市场都需要重新测试，但它们证明了一件事：当趋势方向、趋势动能和实际价格突破相互确认时，简单指标同样可以构成具备统计优势的交易系统。科氏股票投资心经、盈利趋势跟踪技巧与工具一书，将股票投资还原成了一门低价进货、高价卖出、及时清理滞销品的生意。能在资本市场里长期留下本金的人，靠的从不是打听内幕，也不去猜测明天的宏观经济，而是守住低进高出、优胜劣汰的进货和清空纪律。当一家公司的价格走势大幅走高，相对强弱排名冲进全市场最靠前 2% 的位置时，把它进货摆上货架。当行情升势停歇，强弱排名跌出 60% 的分界线，或者个股出现 5% 的下坠时，不管账面亏多少，立刻全部下架清光。赚钱靠的是接住强势品种快速上涨带来的大涨幅，保命靠的是在整个大盘均线发生向下交叉时，强行关掉进货开关，手握现金站在场外，不用分散买入几十只滞销品去掩盖缩水，更不再去和持续阴跌的标的谈感情。谁能把情绪从账本里剔除，严格按照数字界限开仓与平仓，谁就能在无情的市场起伏里守住本金。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